大家好，今天比特币视频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一条神奇的黑天鹅线。发现历史上每一次比特币大牛市，总是会有一条黑天鹅的趋势线存在在这边。那这条线要怎么画，或者是下一次比特币的买点，我们要怎么从线上去找？以及这两天美元指数在跌的情况下，但是这两天比特币的阻力还在27000。主力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今天也要去揣测一下主力的心思。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2022年这一条黑天鹅线，也就是比特币从历史最高点69000一路跌到2022年的6月份，当时这个位置破$20,000。然后来到比特币空间低档的位置，跌了1年多。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在这个位置 FTX 交易所黑天鹅事件打出的低点，然后后面价格涨上去，又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硅谷银行的事件，也算是黑天鹅的事件。所以我们事后来观察，比特币当时第一次跌到2万下方的这个低点，我们从这一条线上去观察，它有几个踩在这个线上，是不是正常的一个压回的低点，也算是非常重要的买点。包括这一次 25K 跌回到这个位置，也是希望朋友们 25K 空间是非常的舒服，有做对的多单，我个人目前还是在抱。所以我们后续去回顾，它如果真的有再涨上去，什么时候有再压回到这一条黑天鹅线的位置，应该也算是正常的买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前面的 25K， 或者是当时这边突破2万，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它也是有一次压回正常的低点，包括当时在底部的位置，这些应该都是非常重要的买点。除非有黑天鹅事件，它才会破线，敢大胆的买，时间拿长一点都会有利润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22年或者2019年当时比特币的底部，它从17年、18年顶部跌下来到这个位置的第一个低点。然后连到2019年，就是这个区间里面有2个低点是在抬高，可以画成一条线。到这个位置，我们有没有发现，像这种重新压回这一条线，就是正常的有可能压回趋势的一个买点。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不正常的买点，也就是如果有出现黑天鹅事件，在2019年到2022年的这个区间，它也是会出现黑天鹅破线的情况。像这种压回的低点，你应该要重新站在买方，或者是你也可以配合其他的形态，比如说这边有一个箱体，压回到这个低点就是在踩箱体的支撑。像这种位置真的有破黑天鹅线，破这种低点，恐慌的低点，就是应该要站在买方，或者是你如果没买，正常的情况，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上去，像这种整理的区间，或者是这种压回这些低点，都是正常的压回这一条线的买点。包括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突破上去再压回的这些买点，都是非常重要的买点。最后井喷的位置也是在这一条线上。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这个位置是 B 完出问题，被黑客给攻击。我们可以看一下，也是从2013年、14年的顶部跌下来，在2015年的1月份，价格一路跌到$160。后面它在这边整理的区间，应该是要往上突破。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个低点跟这一个底部区间的低点连起来的一条线，它有黑天鹅事件破线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后面它有上去要继续做多，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正常的压回这一条线的位置，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就是底部的低点跟这一个低点，不一定要去看黑天鹅的低点，它有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正常一个上升趋势的低点。买点，全部都是买点，有压回都是买点。等到价格要非常陡峭，价格要疯狂持续进攻的位置，它不一定会再踩这一条线。所以2015年有这种经验，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1年到2012年整个比特币的底部。我们从2011年6月份比特币顶部跌到这个低点的位置，然后这个低点我们去观察一下，它也是有一个黑天鹅事件，就是2011年门头沟的事件。不过它后面底部脱离以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低点跟这个低点或者这些低点的位置，它后面有压回这条趋势线的位置，正常压回不是黑天鹅事件压回，一般上去以后很难再有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往往都是在1年多底部的位置，所以历史上这种黑天鹅事件，我们去思考一下，它是真的自然现象黑天鹅事件吗？还是主力刻意在这种空间非常低的位置刻意制造的这种黑天鹅事件？你觉得它是自然现象吗？还是有主力在这边制造？2020年或者是2022年，我是觉得就是有人在刻意这边制造，后续不一定会有黑天鹅事件。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美元指数的周线啊，上一次有跟大家提到，美元指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大约是在105到106的区间。那现在这几天是有看到美元指数把106给突破，但是日线里面等一下跟大家讲非常非常的丑啊，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希望朋友们在 25K 去买比特币？我们把这个美元指数你就看成一档股票，周线里面能这样子涨，周线里面能这样子涨，如果是一档股票，我就问一下，你会买吗？要买的前提至少要看美元指数有没有整理，或者是有没有压回。所以既然美元指数在看空，我的观点就是买比特币，25K 买的比特币尽量给我抱住哦。那现在的美元指数，我的观点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箱体，更何况美元指数它又不是股票，而且美联储有预期是不是在24年或者25年要降息，现在利率是在非常高的位置，有可能就是极限，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箱体低点是在$100附近，上一次是有一个破位，它给它反进去，那现在突破，我们就观察一下它能不能重新破到这个105.8里面，那整个美元指数就是走得非常非常的丑啊。从日线我们来观察，美元指数走得越丑，比特币越有可能往上去涨。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高档的位置它收了一根空方的吞噬，而且这一根 K 线就是一个吊人线，这个下影线的低点已经是领先破到这个箱体里面，所以我的观点上去是陷阱，对整个比特币的长线就是一个利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既然判断美元指数走的是非常的丑，多方的主力这一张图表要不要利用，它要不要继续拉，有几个重点，昨天是有讲到。从日线里面来观察，它日线的这个位置 WR 指标应该赶快去20下方，只要再来一根大涨，今天明天是非常的关键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前面几波的上涨，比如说今年的6月份这一个位置涨了2个，看一下它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整理了2个，第3根直接价格收盘的高点继续给我过高啊，就是这一根收盘它要过前面2个收盘或开盘的这个实体的高原位置，它必须要给我过，后面有可能就会继续建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在2023年3月份也是一样，这个位置涨了2个，然后一根或者是这2根就是整理，下一根的 K 线实体它要收在前面2根实体的上方，所以这个位置主力到底要不要继续进攻？我们看一下昨天跟前天的2根 K 线，它还是在震荡啊。那今天我们要留意一下，如果能收盘过了这个高点，不排除主力的意图就是非常的明显，我这边要继续进攻。如果今天不过，明天也可以接受。时间我的观点整理，一般正常情况在强势结构里面3天必须要过高，如果时间整理的过长，我今天以战争的角度来跟大家思考一下，要进攻，现在涨幅的空间最多就涨了10%不到，就类似战争长驱直入，如果深度非常大，比如说涨了40%或者是到50%，那我们要思考一下，就类似战争，比如说希特勒在进攻那个苏联，战线拉得过长，后续没有补给，或者是后面的粮草没有跟进的情况下，有可能它会需要休整。但是我们以这一个图形来观察，目前最多就涨了10%不到，所以我的观点，就目前的位置，多方的主力它进攻最多也就攻了10%，并没有孤军深入，也没有需要时间过长来整理的一个需求。我的观点，这个位置时间是决定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要攻必须要赶快继续给我往上过。如果它在这个位置时间整理的过长，我们要烦一点，
有没有可能多方的阻力？他在思考，他还是在这个箱体里面来震荡，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